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成立一个秘密小组，用来专门负责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地区。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按理来说，在美台签订军售合同，尤其是台湾方面已经预先支付了定金之后，美国对台军售只要按照合约规定按部就班的执行就可以了。然而五角大楼却要画蛇添足，额外的成立一个秘密小组，来督促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我认为这背后与其说反映的是眼下台海局势的严重性，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严重到了美国宁愿选择失信与违约，也拿不出任何多余的武器来卖给台湾。这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而在我看来，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出现的严重产能不足危机，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事的爆发而引起的。俄乌战事的爆发，一是使得大量中东欧国家纷纷将原先的苏式武器以清库存的方式全部赠送给了乌克兰，并转而需要购入大量的美制武器来填补库存的空缺。二是使得大量北约成员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意识，以至于需要购买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卓越的美制武器来实现自保。再加上最近乌克兰军队转变了战略与战术，也就是不准备在地面战场上跟俄军拼人力与物力的消耗，而是准备采取中远程精准打击，尤其是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来消耗掉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这也使得乌克兰军队对美制武器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了。这几大因素都使得美制武器成为了全球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和稀缺品。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节骨眼上，巴以冲突的爆发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的产能严重不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连正在着火的俄乌危机与中东危机都应付不了，哪里还管得上尚未真正爆发的台海危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吹嘘自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也就是美国可以轻松地应对2场甚至是2场以上的地区冲突。然而，在俄乌战事与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已经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卖给台湾的现实已经证明了，拜登政府纯粹就是吹牛。美国压根就应付不了2场以上的危机，甚至光是俄乌战事就已经让美国焦头烂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就应该好好掂量掂量了。你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要在朝鲜半岛以及台海、南海等地区引爆新一轮的冲突吗？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价值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其实细节说明了一切。美方宣布的这一对台军售计划，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了美国的军工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产能严重不足的危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并没有一件是单独卖给台湾的武器，而仅仅是在向台湾现有的F-16战斗机提供标准以及非标准的维修部件。也就是说，所谓的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实际上是用来帮助台湾维护F-16战斗机的。而且我相信，假如美方不紧急提供这些零配件，那台军正在使用的F-16战斗机就极有可能因为配件老化而出现事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近年来为了应对解放军对台湾周边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台军已经处于了非常严重的失劳兵疲与劳民伤财的状态。我想也正是因为美国军工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危机，以至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没有办法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所以近日美方才退而求其次，派出一个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来出席台美防务产业论坛。这个防务产业论坛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由美方提供技术，台湾负责生产制造的方式，来解决台军武器短缺的问题。而且双方将重点合作生产无人驾驶飞机与无人驾驶飞船。我认为这背后可以解读出的信号有2个，其一是美台双方正在从俄乌战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要淘汰曾经在1战和2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钢铁洪流，
转而生产科技含量更高、机动性能更好、同时成本和造价更为低廉的空中无人驾驶飞机和水面无人驾驶飞艇。其二是，台军显然是准备大量采用空中无人驾驶飞机与水面无人驾驶飞艇来打未来的海战，以在海面上阻止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登陆作战。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他不排除美国动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那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自从2021年正式上台以来，拜登本人已经4次公开表态要武力保台，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了。这在美国历任总统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不少人都据此认为，拜登政府已经下定了军事介入台海战争的决心。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我恰恰觉得跟前面几次相比，拜登的这一次表态立场已经没有那么坚定了，甚至是出现了迟疑和后退的迹象。大家知道，在2022年5月，拜登访问日本期间，当有记者问到，假如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保护台湾时，拜登的回答是：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上，美国已经放弃了原先的模糊战略，开始采取明确而清晰的战略。然而，在昨天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拜登先是向中国大陆示好，明确指出，根据与北京的协议，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拜登这里使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说法，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是美方随意的口头承诺，而是跟北京达成的协议。我想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势力应该好好掂量一下了。其次，在回答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时，拜登的回答是不排除动用武力协防台湾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是否军事介入台海战争上，拜登已经重新退回到了美国过往的模糊战略上。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拜登已经跟前4次的说法有了明显的不同。拜登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选择了打太极。而这样一个表态，正好又发生在赖清德520讲话中做出台独自白，以及解放军东部战区在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实施新一轮的围台军演之后。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6月5号下午，由深圳海外联谊会在深圳北站双创中心举行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交流会。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欢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港澳服务中心、各区统战部门、各区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相关负责人以及港澳青年代表共50多人参加活动。在5号举行的港澳青年深圳创新创业指南发布仪式上，吴欢以及龙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詹慧君向6名港澳青年代表人士赠送该指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谭燕在会上就如何更好服务港澳青年在深圳创新创业进行了详细辅导。深圳卫视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经有10家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被认定，累计孵化2046个项目，其中1437个市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那目前我们也正在执行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希望通过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年来到深圳就业创业。港人来到内地来去做这个创业的，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政策是不了解的，也是不太懂怎么走这个流程。然后我今天看到很多这个创业的这个基地，对于港人的这个青年呢，已经是有一站式的这个整套服务，包括他们的创业啊、就业啊、法律啊、不同的这个配套啊，全部都做得很好。据介绍，这是深圳海外联谊会首次邀请深圳各区共16个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举办建设交流会。各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代表们也结合各自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发言。不仅仅是服务我们的香港年轻人来深圳创新创业，同时它又是我们深圳跟香港有效联系的一个非常好的纽带。
我们发挥这个纽带跟桥梁作用，帮助我们两地的企业共同做大。随着我们河套那个创新合作区那个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我们重点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力这跟香港的产业事实上都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作用。前海的政策对于港澳青年也是属于全方位的一个配套可以说无论是在商业配套，还是在居住环境，还是在办公环境，所以港澳青年来到深圳，可能他第一站就会选择到前海。我们要做好这个桥头堡的这个作用。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深圳北站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现场配套设施，详细了解基地工作开展情况。作为港澳青年前来龙华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平台，双创中心无缝对接深圳北站，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直达香港西九龙仅需15分钟，毗邻6区1市，是连接港澳、协同湾区、辐射内地的创新创业策源地，为港澳青年来深创业提供信心。深圳北站跟我们大厦是相连通的，那意思就是说，他到了深圳北站之后，只要2到3分钟就能抵达到他的工位，所以交通呢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也致力于希望成为港澳青年来深创业的第一站。我们已经累计举办了至少80场的一些港澳青年交流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打造一个平台，让这些港澳青年们互相之间有一个互动和交流。